嘴！让我闭嘴，那还要我干什么用？不如直接把我给杀了，还少费朝廷一份钱粮。魏征，这是驯龙高手魏征怒怼李世民的名场面。明明太宗都已经意识到错了，本想转移话题消除尴尬，怎料铁头魏征丝毫不给这位帝王面子，非得让他当场承认错误并改正。如此咄咄逼人，气的李世民真想一刀宰了他，我非杀了他不可！然而，之所以会惹得这对君臣如此剑拔弩张，却只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。原来，贞观2年，关中大旱，体恤百姓疾苦的李世民听说有一家平民日子过得很辛苦，于是他便免去了这家人的租庸调，并将自己的英明之举告诉了众臣，想着让大家夸夸他仁爱的一面。可不料，下一秒就遭到了魏征的贴脸输出。陛下又错了。我怎么又错了？陛下此举不仅错了，而且十分愚蠢。魏征，你也太放肆了吧！看着魏征这目无尊上的作死操作，在场众人无不惊得后背发凉。然而就在他们以为魏征将要完蛋时，好脾气的李世民却选择了隐忍。可不想得寸进尺的魏征又再次续上火力。陛下既然错了，为什么又不肯承认呢？一听这话，李世民的怒气压不住了，心想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我明明为百姓做了件好事，为什么要认错？魏征解释道：自古皇权不下县，但你却直接越级免去了民间一户人家的税租，如此当地的县令可就难办了。我身为皇帝，这点权利都没有吗？眼看李世民的脸色愈发的难看，怎料魏征却一点都不慌，而且嘴巴就像是机关枪那般停不下来。他表示，李世民身为皇帝，整个天下都是您的，当然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。但是你解了一家的困难，可却解不了天下百姓的困难，所以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，还是要靠惠国利民的政策。天下人口都有困难，陛下一个一个去解，那要解到什么时候啊？行了，好了，我们不谈这个事情了。此刻的李世民也意识到是自己做的确实不够妥善，但这也并不是什么大事。于是为了避免再被魏征继续教育，李世民直接将话题转移到解决突厥上。可万万没想到，铁头魏征却是揪着这个话题没完没了。臣以为，陛下，这百姓疾苦的事儿还没谈完呢，怎么又谈到草原18部来了呢？草原18部不除，怎么过安稳日子？陛下难道不明白，除草原18部靠的是什么？是百姓，是国力。你给我闭嘴！我现在不谈国力。让我闭嘴，那还要我干什么用？不如直接把我给杀了，还少费朝廷一份钱粮。这个杠精魏征真是一点情面都不给皇帝留啊！直接气得李世民小脸发黑，手发颤。你说我办事错了，又说我蠢，这我都忍了，可你还一而再再而三的贴脸开大。然而魏征梗着脖子就是不认错，于是气炸的李世民转身快步离开大殿，接着来到寝宫，直接抄起自己的佩剑，就在屋里急得来回踱步，显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我非杀了他不可！莫非是魏征又惹您生气了？还能有谁？这个乡巴佬把我气死了！在一通发泄之后，李世民逐渐恢复几分理智。他意识到，如果自己真的杀了魏征，反而正中其下怀，这无异于是用自己的名声去成全他的忠臣美誉。所以这亏本的买卖我可不做。我杀了他，他就千古留名了，我成了千古罪人。再看朝堂这边，杜如晦很是无语的讥讽道：皇帝被一个臣子给气跑了，这我倒是头一回听说呀。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本分是劝导陛下，而不是去触怒陛下。你看你把皇帝都气跑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朝廷的政务还处不处理？难道我们就这么一直等下去吗？可是不管杜如晦、房玄龄如何劝解，倔强的魏征还是不服气的仰着那张臭脸。而另一边的长孙皇后看着李世民逐渐冷静下来后，贤良淑德的她便开始出言安慰。只见她撩开凤袍，直接跪在李世民面前：臣妾恭贺皇帝陛下。恭贺我什么？大唐能有魏征这样的良臣，是陛下的幸事，难道我不该恭贺吗？缓过劲来的李世民欣慰地说道：有你们这些人在，我想做个坏皇帝都不可能了。那是因为陛下圣明，才能把那些良臣吸引到身边来。就这样，李世民在长孙皇后的赞美和引导下，堵在他心口的怨气瞬间烟消云散。甚至回到太极殿后，李世民还主动跟魏征做出诚恳的道歉。魏征，刚才是朕做的不妥，以后不会这样。你说吧，今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朕不会再阻止你。能得于魏征这样的良臣固然是李世民的幸事，但是更多应该是魏征得于李世民这样的民主才是更大的幸事。要知道，自古君王能做到当众躬身改错者，可谓是凤毛麟角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啊，对了，打草原18部。
李世民询问防谋杜断今年可否与突厥一战。杜如晦听后立即开始算账，而经过这位兵部尚书的分析后，果然证明魏征刚刚说的是对的。以大唐现在的国力，根本不够与突厥开战，除去朝廷各项开支，朝廷每年的收入也仅有100多万担粮食。打草原18部，至少要1000万担呐！一旦打起来，这1000万担也未必够用啊！那你说该怎么办？而捞钱的办法只有2个，第一就是增加赋税，第二就是增加人口。但增加人口肯定来不及，可如果要是增加赋税，百姓又会雪上加霜，那可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啊！于是杜如晦劝解这位战意旺盛的大唐天子，增强国力还需慢慢来，切不可操之过急。旁边的房玄龄也赞同杜如晦的建议，他表示让国家强大起来需要一步一步稳扎稳打，就像一个人得病，一天一天的吃药，慢慢的好起来。对，天下的病也要慢慢的好起来。见心腹都这么说了，李世民也只能遗憾的点了点头。虽然他很想即刻与草原18部决战来报白马之辱，可在天下百姓的生计面前，这位战无不胜的天策上将不得不选择隐忍。而如今眼下的大事就是官吏考核，从而筛选出那些滥竽充数不干实事的官员。此举不仅大大降低朝廷的内耗，也极大的减轻百姓负担。考核官员的事，玄龄，你办的怎么样？房玄龄表示自己已经筛选的差不多了，合格的官员仅剩643名，前后后被裁了上千人，同时也将裴寂在朝中的党羽清除的所剩无几。好，然而事到如今，裴寂仍无法正视武德朝成为过去的现实。他来到李渊的养老院，开始哭诉：武德朝真的就这么完了？武德朝。此时的李渊已无心干涉朝政，现在的他只奢求自己能够安心度过养老生活即可。李渊的态度仿佛一记重锤般砸在裴寂的心中，可这位大唐第一任宰相还是不甘心，于是他要为自己再拼最后一次。此时关东部分地区正遭遇蝗灾，而裴寂则用手上剩余的一些人脉，在蝗灾上面大做文章续报灾情，并买通僧人在长安城内开坛做法蛊惑人心，表示李世民继位之后，先是旱灾又是蝗灾，由此可见李世民应得位不正，连累大唐百姓遭到了老天爷的报应。很快消息便传到了李世民的耳中，有的说这次蝗灾是天怒，是人怨；有的说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的蝗灾了，让我们好好的检讨我们的朝政。舆论的矛头直指李世民，但房玄龄已经从吏部得到了真实的消息。位于重灾地区的豫州却上报说蝗灾并没有那么严重，而豫州的刺史席便曾是秦王府的人，他说出来的话可信度是毋庸置疑的。而杜如晦通过观察各地上报的文书后，也察觉到其中有着相似之处，描述灾情的惨烈如同一人之笔，而且在长安城散布谣言的和尚也绝对不是巧合。他即便不是造谣者，但肯定是传谣者。好，让全万骑去查。有了李世民的授权，全万骑直接火力全开，将和尚法雅抓起来审问。而这和尚没扛过1天就全交代了。裴寂希望灭蝗失败，救灾失败，以证明自己是上天安排的。哦，法雅的事情也清楚了，他的背后也是裴寂。李世民听后当即叫来了裴寂，而裴三还想进行最后的狡辩，奈何调查报告上所有被他鼓动的地方官员均以签字画押，证明是他裴寂所指使。下面还有和尚法雅的供述陈词。面对铁一样的证据，裴寂明白大势已去。你身为左仆射，朝廷重臣，如此行为，陛下只能免除你的官职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回你的古州老家去吧。陛下能否许臣住在京师？裴寂贼心不死的这一番话都快把李世民气笑，他没想到这老家伙如此厚颜无耻，竟还想留在京师，意图死灰复燃。于是李世民便怒斥裴三不知足，我让你回老家已经念你是武德老臣，要知道朝廷里的众大臣都表示对你的处罚应该是流放3000里，而你这个年纪一旦流放必死无疑，是我念你年纪大了这才免去流放，要是还让你住在京城，说不定你和你的人脉又会搞什么幺蛾子。依照你的功劳，怎么可能升迁到如此高位？你只不过蒙受太上皇宠爱，文武百官中侥幸居于第一，你能活着回老家，已经是万幸了。谢陛下。公元629年贞观3年，大唐第一代宰相裴寂被免官后，在老家蒲州病死，享年60岁。处理完裴寂后，李世民便彻底掌握朝政，心情舒畅的他顿时起了调侃魏征的想法。啊，对了，魏征，你看我现在什么都给你了，比如说官爵啊、财富啊，等等等等。还有一样东西我没有给你，陛下指的是什么？女人。怎么，你不喜欢女人？我已经有妻室了。